情商高的人都懂得如何好好说话，因为语言常常有着比行为更强大的力量。这一点，京剧制造机王尔德深有感触。会做事的人非常多，可会说话的人却少得可怜。足见说话是两者之中最困难的，也是最重要的。会说话很重要，是星河4岁的时候就开始懂得的道理。当时有一个叔叔来我家吃饭，随口问了我一个问题：你是更喜欢爸爸还是更喜欢妈妈？一桌子的人都转过头来，用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我。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我茫然失措，扔下筷子，躲到房间里看电视去了。生活中这样的坑很多，很多人也常为人际交往感到头疼，而总有些人可以用一句好的回答，让气氛从冰点马上火热起来，用一句应景得体的话，让所有人都感到极度舒适。想成为一个高情商的人，其实并没有那么难，高情商的表现都藏在生活的这些细节里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一个人情商极高的其他表现。一、不否定对方的夸奖。我们先来看看机组问答。爸爸说最近考试成绩不错，一般回答是还行吧，高情商回答是可不是，看看是谁家的儿子。同事说你今天穿的裙子好漂亮，一般回答没了，还行吧，高情商回答是吗，谢谢，你的大地色眼影也很不错哦。朋友说你家小孩真懂事儿，一般回答是还可以吧，高情商回答是吗，你家孩子也挺乖的呀，有空带来跟我家小孩一起玩。面对别人的夸奖，多数人通常会条件反射的谦虚，这其实也没错，只是别人不会感到明显的回馈，好不容易酝酿的话题就这样结束了。高情商人士不否认对方的夸奖，善于使用共情力，用肯定或反问句式接过对方的话，然后顺着这个话题反夸对方一把，这样就很容易打开话匣，双方达到一个满意的氛围。二、会站在对方的利益点说话。在家带了一天孩子的妻子看到丈夫慢悠悠的回家，没好气地说赶紧去做饭吧，今天伺候小孩腰都累坏了。丈夫听了一肚子火，我上了一天的班，比你还累呢。妻子委屈，孩子闹腾了一天，一点都不省心。丈夫回怼，今天遇到个难缠的客户，我都快被逼疯了。一来二去，夫妻俩都在诉说自己的难处，直到天黑才发现晚餐都没有做。很多冲突都源于一方的主观情绪化表达，也许初衷只是想让对方知道我今天很累，我需要你，但最后就变成了宣泄情绪，两个人反而更累了。现在把场景还原一次，看看高情商人群是怎么回答的。丈夫回家带了一天孩子的妻子想让丈夫帮忙做饭，高情商的妻子会说，你回来啦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小龙虾，但我厨艺有限，你做的麻辣小龙虾更好吃，今天的晚餐就交给你了，也算奖励一下带了一天宝宝的我。兴高采烈的丈夫说，真的吗？就馋这一口，今天看我的。不过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，我们一起去虾线吧。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，少用命令口吻，少做情绪宣泄，多去陈述事实，而不是主观判断。站在对方的利益点说话，把想让他做的事儿变成他自己乐意做的事儿。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让它冲出来，成为伤害人的野兽。三、在公共场合能淡定圆场。向往的生活是国内爆火的一档真人秀，按照惯例，每个明星都会帮忙干农活。一次，陈赫作为嘉宾来后，黄磊让他摘玉米，他说自己紫外线过敏；让他劈柴，他说自己腰不好。在外界看来，好像陈赫在偷懒，故意让黄磊难堪。而何炅突然问他昨晚拍戏到几点，陈赫说凌晨5点。大家这才理解陈赫，原来是因为昨晚拍戏太过劳累才这样。这离不开他高超的临场应变和缓解气氛的能力。你看，这就是高情商说话的力量，一两句话就把原本尴尬的场面挽救回来。再举个例子，有次大老板过来视察，请技术部的同事吃饭，期间大老板举着酒杯来到我们这桌，所有人都举起酒杯，一个同事却突然说对不起，我不喝。当下所有人鸦雀无声，连大老板都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就在这时，经理站了出来，露出招牌式的笑容，不疾不徐地对大老板说，李总，这是我们分公司的临时司机，待会儿还要负责送同事回家呢。所有人都能喝，唯独他不能呀。同桌的同事都心照不宣，纷纷附和。大老板听了笑了笑说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那我就不勉强你了。你看，会说话的人总能在关键时刻表现突出，用一两句话就能帮别人化解危机。语言是一门高情商技术，想要说好话，离不开对生活和他人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感悟。4. 说话有边界感。逢年过节回老家，大家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，隔壁的大爷大妈都会热情的过来串门，接着就是劈头盖脸狂轰乱炸式的提问，现在工资多少？听说上海消费高，每月2万才适合在那里发展，你应该也有吧？怎么没带个女朋友回家？跟你一样大的某某某儿子都会打酱油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要求太高。这时的你是不是有点招架不住了？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人，和你热情聊天，但说着说着话题就跑偏了，从刚开始的吃饭没、放假没，变成1个月工资多少、存款多少、有对象没等等。这就是典型的说话没有边界感的人。与人聊天要清楚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到何种程度，如果不是好到住同一屋、睡一张床，就不要问涉及收入、婚姻、资产等敏感的个人隐私问题。个人兴趣、热点事件、明星八卦
都是更好的选择。保持一个最合适的安全距离，就不会打扰侵犯对方，也更容易赢得对方的好感。就像叔本华说的，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，靠得太近会觉得刺痛彼此，离得太远又会感到寒冷。5. 对不了解的事儿不要随意做出评判。有一位著名的主持人采访了几个农村的留守儿童，这些孩子成绩优异，但家庭贫困。期间聊到伙食问题，主持人问：你们平常吃什么？小朋友们说青菜。主持人接着问：会有肉吗？小朋友们回答：很少吃。主持人又问：为什么不吃肉呢？肉不好吃吗？肉容易坏吗？还是有其他原因？小朋友回答：因为没有钱。主持人没有了解清楚，贸然提问，导致场面很尴尬。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，在没有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就以偏概全，给别人下定论贴标签，这样做相当于伤害别人还不自知。而且有时你永远想不到，一个穿拖鞋出门的人有可能是个千万富翁，你也想不到一个外表光鲜亮丽的人是一个背负着巨债的穷光蛋。电影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有这样一句话，可以作为最好的提醒：每当你觉得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所拥有的优越条件。因为真正高情商的人懂得体谅别人的不易，不会随意去评判一个人。6. 能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。A 在一家公司当领导，有一次公司员工聚会，散场时有个刚来2天的实习生 C 跟他顺路，于是上了 A 的车。当时车上还有跟 A 关系很好的 B， 但 A 并没有因为和 B 聊天而忽视了 C。 一上车，他的第一句话就让 C 破冰。他说：听说你是某某大学毕业的。得到回应后， A 把话题抛给了 B， 你不也是某某大学的吗？你们是师兄弟啊。于是 C 打开心扉和大家聊了起来。高情商的人会用同理心去感知对方的处境，了解新人在陌生圈子中的尴尬，会轻松运用语言技巧，自然地帮对方融入新环境。7. 能运用情绪控制场面。有个朋友是出了名的好友先生，认识他8年时间，从未见他在公共场合发脾气。有一次几个朋友一起吃饭，他却直接和其中一人杠了起来，说话音量比平时提升了10倍，尺度也比之前大了许多，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。他这是吃火药了？不过也就只有这次，朋友便恢复往日的好好先生。后来实在忍不住去问他，朋友说，在餐桌上骂的那个人是个老赖，欠了自己很多钱，屡次要债不还，只能出此计策。更让我佩服的是，换做一般人，面对欠钱不还的人是真的生气，然而他生气是给那个人看的，内心还是波澜不惊。当然最后也拿到了钱。他补充说，人生气时智商为0，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能反过来驾驭情绪，而不是成为情绪的奴隶，并通过正确发挥情绪达到目的。说的大概就是这位朋友吧。很多人误解了高情商的意思，认为做事圆滑，不发脾气就是高情商，其实并非如此。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自如运用情绪，用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大回报的行为。这些生活场景里，高情商的人都做好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心里始终装着别人。坚持这一点，我们可以慢慢明白人与人相处的真正智慧。不要停止人际关系的修炼，好好说话这4个字藏着你一生的好运。最后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，在这里也分享给小伙伴们，我们好好说话不是为了得到什么，而是为了不失去在意的人和事儿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